刚完成一笔千万级别的暗杀订单，正打算向雇主索要尾款时，竟没想到对方不但想赖账，而且还骂人。豺狼被这荒诞的一幕气笑了。这年头竟有如此胆大包天之人，竟敢明目张胆地挑战杀手的底线，莫不是嫌自己的命太长，咽不下这口恶气的豺狼，没再多说一句废话，转身收拾好行李，决定亲自上门讨薪。可偏偏今天是儿子的生日，他本应留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全被那个不知死活的雇主打乱。豺狼这样仓促离家，早已是家常便饭。妻子心里不痛快，但还是执意送他一程。豺狼本不想麻烦，可拗不过妻子的坚持。1个小时后，他们到了机场，妻子忽然觉得眼前的丈夫既熟悉又陌生，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让她从来没有过一丝安稳的归属感。豺狼一眼看穿了妻子的不安，与对方深深一吻，随即推门下车。等到妻子的车远去后，他并没有进入机场，而是走向乘客出口，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上车后，他摘下婚戒，顶级杀手豺狼正式归位。随后他直奔市区的私人储物柜，这里藏着成堆的现金，还有10几本不同身份的护照。换好全新的身份后，他再度出发。而此刻，他的妻子正好在这里买花，豺狼的出租车恰好从那里经过。妻子无意间瞥见一道熟悉的侧脸，一眼便认出那是自己的丈夫，心头一惊，他立刻拨通豺狼的电话，可听筒里传来的却是冰冷的提示音。一颗怀疑的种子就此在妻子心中生根发芽。抵达德国后，豺狼没有片刻停留，马不停蹄奔赴慕尼黑的本地银行。那个拖欠尾款雇主的定金，正是经由这家银行转入他的账户。顺着转账记录，银行查到了付款人却是一家公司的名字。返回酒店后，豺狼立刻上网查询这家公司，却发现这家公司的母公司注册在荷兰。豺狼锁定了一个董事的名字，顺藤摸瓜查到此人，他还管理着另一家德国公司。在那家公司的网站上，他找到了年会照片，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映入眼帘，此人正是他暗杀的那位政客的儿子。当时豺狼为了引蛇出洞，先潜入政客的公司，击伤了他的儿子，迫使政客不得不去医院探望，从而在这个漏洞中将其击杀。如果是儿子匿名买凶杀父，却没想到豺狼会拿自己当诱饵，那么他不肯结尾款，还骂人，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理清头绪后，豺狼迅速推进下一步计划。他伪装成体弱多病的贵族绅士，拄着拐杖走进一家高端殡仪馆，谎称要为离世的母亲筹备葬礼。他故意佯装悲痛过度，导致突发偏头痛，又谎称特效药落在车上。殡仪馆经理心地善良，主动好心帮忙替他取药。豺狼立刻将黑客 U 盘插入经理的电脑，在里面安装了远程控制病毒。最近有粉丝给我说想找工作，租房子，找生活服务，买车卖车，58同城全搞定。待经理拿着药物匆匆折返时，豺狼早已恢复病态的坐姿，看不出丝毫异常。返回酒店房间后，豺狼立刻打开电脑，远程接入殡仪馆经理的电脑系统。原来他此前刺杀的那名政客的葬礼，正是由这家殡仪馆全权承办。豺狼迅速调取葬礼筹备档案，翻出详细的人员分配名单，精准锁定了专门负责接送政客儿子的司机以及对应的车辆牌照。至此，前期所有布局与线索排查暂时告一段落，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他这才抽空拨通妻子的电话。可听筒接通的瞬间，迎来的却不是温情的问候，而是妻子冰冷刺骨的灵魂拷问。 The other day when I left you at the airport, I was at Plaza La Flor and I saw you pass in a taxi. 豺狼听后心底猛地咯噔一下，但杀手的本能让他瞬间冷静，这件事他打死都不能承认。 Okay, well, I don't know who you saw, but it definitely wasn't me. But I saw you. 积攒已久的猜忌彻底爆发，妻子认定他有外遇，刻意撒谎隐瞒，当即要求视频通话，现场检查酒店房间，生怕他藏了别的女人。所以说，杀手组建家庭就是大忌，女人只会影响他拔枪的速度。这场突击查验最终一无所获，可妻子心中的隔阂与失望早已根深蒂固。他受够了这种虚无缥缈的婚姻生活，面对妻子的失望与质问，豺狼有苦难言，所有隐秘都不能透露，只能用一句工作太忙草草搪塞。此刻豺狼无暇顾及儿女情长，只能加快行动节奏。他提前制作好炸弹，装入背包，悄悄埋伏在殡仪馆的停车场，成功劫持了那名负责接送政客儿子的司机。豺狼让他躺进后备箱，一枪解决了对方。在他的眼里没有善恶对错，只有保证自己绝对安全。另一边，政客的儿子拄着双拐来到殡仪馆参加父亲的葬礼。为了维持自己要强的形象，他把拐杖交给保镖，然后独自走到里面和母亲打了声招呼。可母子俩的关系并不怎么好，母亲转身离开后，姐姐走过来谈分家产。 Meine Anwälte werden sich mit deinen Anwälten in Verbindung setzen. Ich will genau wissen, wie viel Vater dir gegeben hat. Und ich will meinen gerechten Anteil. Du hinterhältiges kleines Stück Scheiße. 姐弟撕破脸皮的争执背后暗藏疑点，姐姐似乎早已察觉父亲的离奇遇害，与亲弟弟脱不了干系。随后，所有人走出殡仪馆，坐车前往墓地。政客之子径直坐上了早已易主的专车，副驾的保镖疏于防备，压根没认出眼前的司机是冒牌货。车队行驶途中，豺狼突然开口 Sie muss noch Schmerzen haben. Ja, habe ich. Nicht, dass sie was annehmen würde. Wie geht's dem Bein? Wer sind Sie?
Sie wissen, wer ich bin. Oh mein Gott! Verfolge ihn! Sie bleiben! Sie bleiben sofort stehen!政客儿子当场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拨通安保队长的电话，疯狂呼救。可慕尼黑的大街小巷早已被豺狼摸得一清二楚，熟得像自家后院。没过多久，他就彻底甩开身后的安保追兵，把车开进了一处无监控的偏僻小巷。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嚣张跋扈的富家子弟，此刻早已没了半分傲气。You know who I am. I'm sorry. I had you to shoot my father, and then you shot me. So it's mad. It's just mad. See from my point of view, please. I'll pay you. I promise. I promise. I'll pay you whatever you want. 对豺狼而言，他并不差那点尾款，是对方坏了江湖规矩，践踏了他的尊严，而他只想把那句脏话连本带利的还回去。豺狼迅速下车，利落地更换外衣，随即取出背包内的炸弹，设定好定时装置。他快步闪入旁边的胡同，掏出钥匙打开栅栏入口。显然，此处的逃生路线与布局早已被他提前踩点周密规划。片刻之后，安保队长才姗姗来迟，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看着远处炸开的火光，豺狼才放心离开。可他还没来得及脱身，手机突然弹出紧急警报，他隐藏多年的终极秘密被妻子彻底发现了。原来就在不久前，想要寻找真相的妻子独自来到豺狼的书房，她想在这里找到有关丈夫的秘密。她逐一翻找书桌的抽屉，却发现内里空空如也。越是干净的反常，越是印证了她的猜测。接着，她又打开了豺狼的衣帽间，在里面四处搜寻。无意间，她踩到了暗藏玄机的地板，掀开盖子，一个隐秘的保险箱赫然出现。丈夫果然藏着秘密，可没有密码，她无法打开。于是她叫来了母亲和弟弟帮忙破解。而真正的重磅秘密远不止于此。妻子翻阅别墅的改造图纸后，发现衣帽间的后方暗藏玄机，一面看似普通的镜子，竟是密室的入口。小舅子用力按压镜面，将镜墙缓缓移动，一扇厚重的钢制密室大门彻底暴露在众人眼前。为探寻所有真相，小舅子直接用电钻破拆肛门。随着铁门被破开，豺狼隐藏多年的终极秘密彻底公之于众。里面是豺狼的脸型模具、大量现金、几十本护照，还有2把手枪，赫然陈列眼前。妻子望着眼前的一切，彻底心灰意冷。这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暴露身份的豺狼该如何收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危机会不会打乱他价值5000万的顶级大单？后续剧情高能继续。我是景荣，咱们下期不见不散。